大家好，我是罗乙，欢迎来到罗乙时间。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看到，线粒体夏娃是全世界人的共同的女性祖先，Y 染色体亚当是全世界人的共同的男性祖先，唯一亚当是全人类唯一的共同的始祖。这三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三个人与我们是什么关系？尤其是 Y 染色体亚当，唯一亚当，很容易让人糊涂。我们不能凭想象，仍然要用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来确定这些关系。我们知道1987年的线粒体夏娃理论，1995年的 Y 染色体亚当理论，都是从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得到的，都是从你我每一滴血可以看见的。那么我们人类的始祖是怎么找到的呢？其实根据这个方法，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可以去找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中22条常染色体，男女是相同的，30亿编码是相同的。数学分析只可能来自一个原个体，只可能来自第一个人。夏娃理论是科学家做出的，Y 染色体亚当理论也是科学家做出的，而唯一亚当理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因为这都是从我们的每一滴血可以看见的，这都是从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可以知道的。线粒体夏娃理论和 Y 染色体亚当理论都是科学家做出的结论，唯一亚当理论却是你我都可以自己来做的亲子鉴定，这实在非常有趣。其实也不稀奇，因为实际上方法是一样的，原理是相同的，都是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来做。因为编码它是个事实，它就放在那里，你可以每一个人从每一滴血、每一根毛发、每一星点黏膜都可以做，是可以看见的，可以在基因银行上面去查的。然后数学是每个人都可以计算的，所以唯一亚当理论实际上是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去做的。线粒体夏娃、Y 染色体亚当还有唯一亚当，这三个人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他们都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真真实实存在的一个人。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的分析来了解。我们先来看唯一亚当和我们的关系。人类常染色体29亿编码序列，男女相同，只能是出自第一个唯一的原个体。全人类的 DNA 编码都是复制至他这第一个人，也就是我们的始祖唯一亚当。这是从编码的解码和数学的分析得到的科学结论，也是可以从你我身体进行验证的，可以看见的，没有人能够否认。
他是第一个人。既然是始祖，就是第一个人，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人，这是编码的结论。所以唯一亚当和我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唯一的始祖，最开始的第一个人，他是第一个人。如果他前面还有人，他就不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就意味着他的前面是没有的，他是第一个人。所以唯一亚当和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始祖，全人类的始祖，就是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再来看 Y 染色体老老祖父，线粒体夏娃老老祖母和我们是什么关系，还有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从原理上， Y 染色体 DNA 连带的推算和线粒体 DNA 连带的推算在原理上、方法上是一致的，都是看两个分开连带已知的群体各自积累了多少突变。简单说，这是一个平面上的两点出发，具有一定斜率的两条直线交汇的简单的几何问题。只是 Y 染色体是5000多万的编码对组成的，远远多于16000多对 DNA 编码的线粒体，所以 Y 染色体亚当生活的年代，它的推算比线粒体夏娃要困难得多。这里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各自积累了多少突变。对于 DNA 的突变，我们还没有讲到这里，我们以后会详细的谈。但是在这里我们只告诉大家一点， DNA 编码的突变是非常少非常少的，突变率是非常低非常低的，所以它不影响我们整体的染色体的恒定。染色体是恒定的，而我们的基因组也是恒定的。因为突变率非常低的原因，所以它们是恒定的，完全不影响它们的恒定。如果说学习过一般简单的几何的中学生看这个图呢，应该是很容易的。Y 染色体亚当是全世界人的老老祖父，他生活在约15万年前。线粒体夏娃是全世界人的老老老祖母，他生活在大约20万年前。这看似十分荒唐，却是十分正确的结论。在这个表述上，注意线粒体夏娃多用了一个老字，表示他们并非同一代人。如果前面的图你还不是非常的清晰，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家谱图，可以让你对此一目了然。这是一个4代的家谱图。从图上我们看到，曾祖父母这一辈传下来的第4代中，有3个女儿，4个儿子。虽然说女儿、儿子他们有共同的曾祖父母，但是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推理的那个原则，就是2个分开连带已知的群体各自
积累了多少突变，也就是说是一个简单的几何问题，平面上的两点出发，具有一定斜率的两条直线交汇啊。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一点。女儿这一边呢，每一代它都有两点交汇，每一代都有，所以他们女儿第4代可以一直追到这个最上面的曾祖母辈啊。那么儿子这边呢，我们看到没有？他照祖父辈这里，这个地方他断了以后，他们在祖父辈这里呢，他只能追到这儿，他不能往上再追了，所以好像他们这里就看不到这一位了。但是呢，这是的确是他们的曾祖父辈，虽然看不到曾祖父这一辈，但是呢，一点都不影响他们第4代是来自这一对曾祖父、曾祖母辈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为什么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他们不是同一辈，可是又都是我们的祖先。所以由于父系沉传的缺失，就是这个地方缺失了啊，所以在父系交汇发现的父系前辈比母系交汇发现的母系前辈低了1倍。由此可以看到 Y 染色体亚当比线粒体夏娃年轻了几万年的原因。这也是线粒体的亲子鉴定和 Y 染色体亲子鉴定，他们可以说是他们的不足的地方，他们必须要这个样子。那常染色体就不一样了，因为常染色体呢，男女都有常染色体 DNA， 所以它不存在缺失问题。你像儿子这里呢，他就只能够做 Y 染色体的亲子鉴定，那女儿这边呢，只能做线粒体 DNA 的亲子鉴定，他们只能够是母系遗传。这边呢，儿子这边只能够是父系遗传，只有常染色体母系和父系都不受影响，因为两边都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常染色体可以一直追到最早的第一个人，而 Y 染色体和线粒体都不能做到这一点，都不可能追到最早的，因为他们在沉传的当中都会有缺失的问题。通过这个4代的家谱图，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我们沉传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断代，就很可能没有办法往上再追寻。这里主要是指的 Y 染色体的亲子鉴定和线粒体的亲子鉴定，因为线粒体只能是母系遗传， Y 染色体只能是父系遗传，所以这当中都可能出现断代的问题。唯有常染色体的遗传当中不存在断代的问题，因为男的断了，女的还在传，女的断了，男的还在传，就不像线粒体和 Y 染色体。那你要是女性遗传当中，只要是一断它就没了。那父系遗传也是的，它父系遗传 Y 染色体一断它就没了。
但是常染色体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管是男性断了还是女性断了，都不会影响到一直的沉传。而我们在从这个图可以看到的两个分开连带已知的群体各自积累了多少突变，这样一个推理的原则，推断的原则也就比较清晰了。各自积累了多少突变，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呢，这个突变率因为很低，所以你才能够根据这一点。如果它的突变率太高也不行，突变太多也不行。那突变太多的话，我们的染色体也不可能恒定，我们的基因组也不可能恒定，就因为突变率非常低。我们突变率只有10亿分之一的突变率，非常低。所以像我们有60亿的 DNA 编码，60亿 DNA 编码只有6个突变。那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的细胞分裂大约是50次，5、6、300，也就是说我们一代只有300个突变点，只有300个。那和60亿相比，60亿和300，所以可以知道说突变率非常非常低，它影响不到我们的基因组的恒定性。所以我们的亲子鉴定呢，才可以一代一代的往上追寻。如果它的变化太大了，你根本就没办法去这样追寻的。正因为它的恒定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基因组是恒定的，所以我们才可以一直往上追，一直追到我们最早的那一位祖先。大约离我们20万年，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这一位唯一的始祖。我们就是这一段的内容是节选自张维克的专著，依据 DNA 编码的物种起源学第2章第3节的内容。那么更详细的数据资料的分析呢，请有兴趣的朋友查阅原文。请看小节。